各位家人们呐，不到美国不知道咱们中国的好啊！为什么呀？因为美国的物价实在太贵了。举个例子啊，比如叫个外卖，我在纽约的酒店叫了一个汉堡，一杯冰咖啡，10分钟给我送到了，吃的喝的呢加在一块将近10刀，这就70多块了啊。然后配送费将近2刀，15块，税费什么将近4刀，算28块。最终这么点东西啊，轻轻松松收了我人民币100多。而国内你想，差不多的时间点差不多的东西，全部加在一块30多块钱吧。当然原因各位也知道，除了这几年美国通货膨胀，还有人家的人工也贵。而这么一对比，我只能说，作为消费者来讲，咱们国内打工人的命啊，一要感谢小哥，二得感谢黄袋鼠。而这个黄袋鼠美团啊，人最近又搞了一个大动作，在自家 APP 里面上线了一个新的子品牌，叫做美团闪购。干嘛的呢？你用美团是不是一般都叫外卖？而以后呢，你还能买别的东西，比如各种日用品，还有生鲜果蔬、商超百货、数码3C、衣帽服饰、化妆品、小家电等等等等。而下单之后呢，骑手小哥会在你家附近几公里以内来取货，只要30分钟就能送货上门。所以简单来说啊，美团外卖管送餐，而美团闪购呢管卖货。是不是发现有点不对呀？几个电商平台一看，嚯，好家伙，你这是来抢我们饭碗了呀！啊，其中最紧张的可能它就有京东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想，京东除了它的自营店是一大特色，另一大特色那就是快呀，人家是次日达。而现在呢，美团卖类似的各种东西，半小时达。哎，你说这次日达一对比，是不是有点有劲儿没处使的感觉？那你说京东什么态度啊？你这么玩啊？那我也做外卖，所以这个情况就会变得很有意思啊。京东跟美团都从自家的老窝杀到了对方的地盘，那拼的那叫一个刺刀见红啊。总之，大家谁也不让谁。当然了，问题又来了，你说双方这种跨界会不会是拿自己的短板打对方的强项呢？其实啊，美团的即时零售的业务布局很久了，甚至可以说是早就已经进入到京东的腹地。换句话来说，美团是有备而来，而京东呢，那是必须应战。而且另外，这美团闪购为了让自家的货又多又快，和超过4600家大型连锁零售商以及37万家本地小商家合作，3万多个闪电仓覆盖了3线以及以下的小城市，基本上呢都是24小时营业，随时待命。商品的种类呢超过了10亿，这就相当于什么呀？把你方圆10里的超市、专卖店都装到了美团闪购里面，而且还在你家附近建了一个囤货的大仓库。而且啊，后续的商品如果有什么问题，退换货、维修质保什么的，都可以直接找到店家。这还没完呢，再加上全国700万的骑手，你前脚下单，后脚东西就有可能马上到你家门口。另外，除了日常的各种购物场景，差旅途中丢3落4、深夜缺东少西这种应急场景，对于美团闪购来说也不在话下。所以你别看这美团闪购啊，看上去好像是刚出道的萌新，其实人家实际练习的时长已经有6年半了，都快默默干成行业扛把子了。24年，美团闪购日均的单量呢突破了1800万单，这市占比达到了32%。难怪啊，像什么老罗、罗永浩，包括周鸿祎这些大佬啊，都出来站台。而老罗直接就说了，说这传统网购很有可能会成为时代的残影，而且啊，因为也能够用国家补贴，传统网购平台的价格优势呢也被逐渐拉平。大家在美团闪购上面买数码家电呢也是越来越多。按照美团的数据，订单量已经接近京东全站的一半，其中电脑办公类的商品啊，订单量更是超越了京东的全站。而业内甚至有一种说法啊，说下一代的购物方式就是以美团闪购为代表的即时零售。所以啊，我们前面说了，对于京东来说，这次是必须应战。所以人不光是为了把战火烧到对方家里面，更关键的是，要是自己也有一支外卖骑手大军，那即时零售这事儿，京东迟早也能干。所以目前这情况看上去，那就是你打我来，我打你，其实呢都在一张桌上吃饭，不管谁胜谁负，谁越打越强，客观上呢一定会把即时零售的风给吹起来。而真正要担心的，反而是现在还没上桌的那些位。毕竟在互联网的历史上，有不少的案例都是老大老二掐架，最后老三没了。